200千的 MBV， 你会想到什么车型？Toyota Alphard、Vellfire 这样的等级？不，今天我们讲这的是新车，从印尼进口的 Hybrid 的全新 Toyota Innova Zenix Hybrid。本节目是由 Renault 赞助播出，全系列产品由德国进口，给您的爱车性能及保养的全方位呵护。目前国内贩售的 Toyota Innova Zenix 总共2个车型分别是 2.0V 汽油版，售价是165千，以及我身边这辆高配的 2.0V Hybrid 版，售价是202千。几个重点我们要先说，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它是整辆从印尼进口的车型所以这个价钱一定会比本地组装来得更高。你会好奇说，为什么是印尼进口啊？明明我们一直都觉得说Toyota 的这个最大的生产商就在泰国嘛，怎么 Zenix 会从印尼进口呢？大家有所不知道，泰国这个市场主要在玩的什么？就是我们熟悉的 pickup truck 商用车的车型。第二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SUV 啊，sedan的车型。但是真正的 MBV 大咖其实是在印尼，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车型卖得非常非常好的5+2人座 SUV 车型，大多数都是从印尼开始做这个开发，开始做贩售的。所以这辆车奠定了这个 Toyota 全新一代的 MBV 车型从印尼进口完全不意外，因为那边才是最大的市场。第二件事就是 Toyota Innova 这个名字，这个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名字了嘛。其实还有在卖，我说的还有在卖是什么意思？我们发布会的时候之前有讲过之前我们试驾那辆红色的上一代的 Innova， 现在还有在贩售，所以表示说全新的 Zenix 有在卖，上一代的 Innova 也有在卖，售价是130、140吧，2个车型。其实我们媒体朋友之间有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全新一代，其实你应该，我们个人觉得啦，你不要把它叫做 Innova Zenix， 你直接叫它做 Zenix， 你就可以把2个产品很好的区分开来，你2个都有在卖，大家就不会混淆说，这么 Innova 2个，然后好像这个价钱差别很大，东西就不一样，你直接把它叫 Zenix， 会不会就好一点呢？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啦。第3点就是Hybrid 车型进口，我这点其实蛮意外的，我没有想到说 UMW Toyota Malaysia 竟然会选择进口 Hybrid 的车型呢。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 ，Hybrid 的车型它一定贵，所以因为它加了锂电池，它加了这个电动马达嘛，它的价格一定会比较贵。所以你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日系车啦，本来就是在 budget 上面很讲究的产品了，然后你再把它的价格硬拉到200千下来它电池用完了，其实一直大猪它电池用完了，现在引擎介入了，所以这个价钱拉上来之后，你就会变得有点尴尬，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刚才开场讲什么，200千，可能有人会开始选择说，我不如拿一个 Recon 的 Alphard Vellfire。对，虽然说我们知道它的配备很齐全，它有这个 TSS 3.0嘛，完整的进阶式安全配备，我用了它的自适应跟车其实还蛮好用的。但是你始终要知道一件事，它没有电动侧滑门呢。这个 Power Sliding Door 对于很多这种 MBV 的车主来说是一个标杆。有 Power Sliding Door 跟没有 Power Sliding Door 高下立判。所以202千，那 Hybrid 的 Innova 对它很省有没有错？我可以拿到7.2 Liter 100公里，但是那个感觉、那个价位、那个质感，它就真的很耐人寻味了，你知道吗？真的有一点不上不下，所以我个人2天驾下来，它好，可是它又没有那么好，所以，我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因为这辆车我记得在我们 Telegram 的群组里面。发布之前讨论度很高很高，他直接拿来对标那辆 Proton 的 X9神嘛，大家就觉得说，好像
这个选项跟那个选项，大家就做比较。那实际看到车子之后，那个手感，那个塑胶的质感，真的很耐人寻味的，真的，200千跟160千都很耐人寻味。我们最后来说一件事，本地贩售的 Zenix 2个价钱2个车型码，纯汽油版跟油电版价钱差不多，相差30多，接近40千，究竟差别多大？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就是动力系统的部分。我们说电动马达跟锂电池是油电版才有的嘛，就只有这2个东西就要差40千吗？其实当然不止，它带给你的绝对不只是省油而已，它的动力表现绝对是比汽油版来的更加充沛的。第二点 ，Captain Seat 的座椅200千，你才有 Captain Seat 的质感，165千就是普通的 MPV Seat， 这个有差哦。第3点最明显的就是全景式的大天窗，4个东西加起来40千，你觉得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心中有答案，欢迎留言给我知道。造型的部分，我也是觉得很微妙的一件事。我觉得就跟 Vios 一样，上一代已经就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演化、钻研出一个最完美的状态了。然后大改款之后，直接啪打掉重练。上一代我觉得那个很 slick、很修长、很美的样子，到了大改款之后，直接给你一个大 bulldog， 有没有像 bulldog 的感觉吗？有哦，尤其是你看它这个很饱满的 bumper， 很粗壮的脸孔，202千，想想回来其实 OK，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新的 Alpha 卖到500多千了，所以202千一辆 Alpha 可以买2辆多的 Innova， 真的赞啦！好，脸孔，DRL 是前面这一盏。我今天为什么 start 住车，就是因为要 start 车 ，DRL 才会亮。小灯在这边，然后头灯全部都是全 LED 的配置了哈。啊，现在全 LED 真的是一点都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最重要的是前面厂徽有 TSS 3.0 完整的进阶式安全配备，碰撞预警、盲点侦测、车道保持。全速域的 ACC 跟车 Stop and Go 方向，全部都有搭上去，跟那个双镜头的等级真的是高下立判哦。保感，我们发布会的时候也说过嘛，全车都是这种防刮材质的设计了。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离地间隙，其实跟我们熟悉的 MPV 就是 Alza 也好，上一代的 Innova 也好。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会有那种 MPV 很低沉的感觉。它的离地间隙高，你坐起来安全感好一点，驾驶的视野高一点，是蛮多人在追求的东西啦。就像很多人买 SUV 一样嘛，所以它今天有给到这样的一个条件，就你既像 MPV 又像 SUV， 但是很明确的哈，Toyota的官网已经把它归类在MPV 的 category 里面了，所以它确实是一辆 MPV。轮圈搭载的都是18寸的大轮圈。Smart Entry 呢，前面2扇车门有给，然后我们也看到哈，有升级这个前面的行车记录器了。Zenix Hybrid 的车尾没有什么 fancy 的特效啦，它真的就是一辆规规矩矩、中规中矩的 MPV。但是这个车尾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我觉得车尾比车头那个质感更有细腻品尝的地方哎。它的车尾你不说还好，说了我觉得它像什么？它像 RAV4哎，真的很妙。尾灯的设计线条，尤其是像 RAV4的地方，这个有一点四方，有一点solid的质感，还有一点拉黑边的效果哇。这个车尾真的不错，里面的光条也是有点饱满这样的，镀铬中间拉开，感觉很立体。Innova Zenix 有 V-Spec 高配有 Hybrid 也有标出来，这个 logo 其实真的有点多了，有点多的东西太多了。好，下面保感也是防刮材质，然后有后雾灯在中间，后面有倒车镜头，不止倒车镜头，它有360环景显示，全部都有。至于尾门呢，车钥匙、驾驶座、电池阀全部都可以打开，速度一样哈，稍稍要有一点点的耐心。如果把
Innova Zenix 的3排椅子全部打开来，后车厢还有这样的空间。我没有说只有这样的空间，我说还有这样的空间，表示说什么？其实你要同时载人，要同时载货，勉强可以接受。因为你要说5+2的 SUV 那种哦，其实是载了人就载不到东西的。他今天你看，我还可以坐在这边给你讲解呢，它其实有点厉害。然后我们说它的空间配置哈，汽油版8人座，2+3+3。油电版7人座的配置2+2+3，所以表示说第3排都是可以坐3个人的。在哪里？在这里。这个就是第7位同学。嘿，好了，你的头枕有了，那个 rear view mirror 直接看不到东西。所以说它的装载能力哈，我们常常说 MPV 跟 SUV 真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第3排座椅。当然，你要倾倒可以倾倒，肩膀位拉一下，几乎全躺平啊！因为前面椅子要调一调哈，它可以做到几乎全躺平。然后你把它拉上来，它可以做角度调整，可以躺哦，可以躺哦，看到吗？可以躺哦。没有行李箱的话，第3排可以很开心。然后现在Toyota的车型啊，都有送你这种。这个叫做窗税啊，再打开来，哎呀，有隔板，还是有些小收纳格，有备胎在下面。我们说了嘛 ，screw 了放下来，然后再锁上去的时候比较痛苦一点而已。所以这就是大致上它的后车厢空间。好，引擎盖是手动的，上面有隔热棉。在说引擎之前，我们当然要说这辆车大改款的2个重点。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TNGA 的平台打造，这是我们讲Toyota近，其实也不是近了，大概3、5年内的一个重大创举吧。把底盘加强了，把结构加强了，车子的驾驶感觉给人完全不一样的Toyota体验。这是Toyota近几年一直在强调的。今天Innova 这款车子也终于升上去了。我们现在看到Toyota的车型，到底还有哪一款没有升上去的？应该就是 Hilux 跟 Fortuner 而已了吧？还有吗？第2个升级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Dynamic Force 引擎。这颗所谓获奖的引擎到底哪里获奖？第一，它的热效率好。引擎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金属块，热效率让它的运作可以更高效率，因为它要燃烧嘛。再来就是所谓的 D4S 的技术 ，Port Injection 跟 Direct Injection 一起工作。什么时候该用哪一个 Injection 可以达到更好的油耗效率，就是这个引擎的第2个技术指标。所以这颗引擎获奖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动力主体采用的是2公升的直列4缸 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汽油引擎，配合锂电池跟电动马达。综合马力输出186匹，引擎扭力188牛顿米，电动马达扭力206牛顿米。所以马力有综合数据，扭力是分别输出的这个有点不同。搭配的变速箱是所谓的 eCVT 变速箱。先不说别的，我们就说油耗的部分我们不说官方油耗表现究竟如何，我这2天实际驾下来的数据，它可以给我拿到7.3公升，可行驶100公里。我先讲一件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油电系统的。Toyota丢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丢了这么多资金开发它的 Hybrid 系统，现在不懂是到第4代还是第5代了。它的这个技术更加的成熟，我在整个驾驶的时候，不管是油还是电，它的切换真的是让你觉得它是无缝切换的，你不会感觉到底是油在运作还是电在运作，而且它给你的便利性真的是无法比较的。你就是普通打油就好，你不用想着去充电的问题。最后就是它悬挂系统稍微有点遗憾前面MacPherson，后面只有 Torsion Beam， 前后都有加 Stabilizer。好，坐到第3排的座位，首先一件事就是这个头枕一定要拉起来不然它顶住你的背后，非常的不舒服。然后第2排调到一个还算是 OK 坐的位置，算有点舒服的空间。看，膝盖有超过1个拳头，我的头部有大概1个指头啦，坐直1个指头，躺一点可以有差不多3根指头，所以整体的空间
还 OK。椅垫虽然你看的单薄哈，可是你坐起来哦，它是还有 Q 弹感的，我不可以摇。因为我的相机在那边也跟着一起摇，它有 Q 弹感的，整体坐起来的感觉其实没有太差，就你会感觉到空间是充裕的，你不会那种 S5 加2 SUV 很压迫的感觉，很 OK 的，这个空间真的是很 OK 的。椅背可以调躺，哇，天哪！等下我们一定要试试3个一起躺，感觉一定很奇怪。好，然后躺的时候哈，你看呢，我的椅垫屁股会跟着稍微拉起来，所以它的整个设计是一体式的。因为它为了什么？因为它为了躺平的时候，它有全躺平的后厢空间，就是目的就是这个。上面有冷气出风口，调一调，来招呼等下坐第3排的朋友哈。有置杯架，左右都2个，所以有4个置杯架。还有什么？还有 power supply， 左边1个，所以你 plug 个2个头的USB。3个都有的用，只是那个线拉过来的时候，旁边2个就很痛苦。旁边还有 phone holder。第3排的空间呢，你要进来，你要么从那个洞进来，要么从中间的走道进来，所以它整体的设计是一辆 MPV 没有错。然后上面有全景式的大天窗，所以它的视野就再加分一点点。来，第2排 ，OK， 有 armrest， 因为它有 captain seat。哇，肩膀也好，大腿长度也够，头枕 support 也好，哇，坐起来，哇，这个，200千砸下去就对了啦，是不是？哇，这个第2排座椅真的是，坐了第3排再来第2排哈，真的是差别待遇，你知道吗？真的是差别待遇。先说好的地方，来，全景式的大天窗，这个视野真的很棒。然后后面有这个。小小的 LED 氛围灯从 Innova 之前拿过来，再来后面有冷气出风口，有风量调整，有2颗 Type C 的插槽，有什么？有小餐桌，2个置杯架，然后你看到前面这个东西吗？这个小小个的跑出来的 plastic 就是打保护啊，你这边挂一个德比 perfect。然后前面还有4公斤的挂钩，这些东西买东西啊、挂东西啊，家用车真的非常出色，坐起来感觉很棒。后面还有 Power Window、Full Power 上下，所以你能想得到的功能它都有给，但是那个质感就真的是差一点了，就真的是差一点了。它的整个细节的刻画也没有到200千的感觉，虽然它有点皮革在你靠手的位置，但是你其他的地方的 plastic 你感觉很不错，但是你细细去品味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对。这就是这辆车给我一个很尴尬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好，坐上 Zenith 的驾驶舱，驾驶是电动调整，副驾是手动调整哈。OK， 不管是包覆还是支撑，其实都很到位。大腿支撑甚至比第2排还要更长一点，所以前座2个座位架坐起来的感觉是更加出色一点的。那驾驶盘也是手动，4项前后上下可以做调整。至于车内装呢，先说材质。皮革哦，这边是有皮革包覆的。冷气出风口，驾驶座跟副座前面都有皮革包覆，但是上面整个都是硬质塑料，中间也是，然后雾银啊、钢琴烤漆啊等等，整体的设计感有在，材质加分1半，因为你始终还是有很多这种硬质塑料啦，所以你就会去想说，哎，200千这样多 plastic， 然后你就要想到，哦，这是一辆印尼进口的 hybrid 车，所以它的成本，我觉得第一点在于动力系统，不管是 Dynamic Force 引擎，不管是电动的辅助，第2点就是 TNGA 的平台打造，第3点就是它的 TSS 进气式安全配备，第4点就是它的座椅跟大天窗。那质感方面的打造是刚好到Toyota的那条及格线，你知道我的意思哈？不知道就算了。好，里面的
配备部分呢，我们首先第一件事说这个中控荧幕，终于有一个大尺寸、美好的触控荧幕给你了。而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它的音量按钮是实体键，而不是 touchscreen。第二件事就是那时候我们讲 Android Auto 有 wireless 嘛，其实没有。我试了很多次，它的 Android Auto 都叫我连线 Apple CarPlay wireless。再往下看，空调也是实体键的按钮，没有双区，只有单区恒温空调。然后排挡杆有一点皮革包覆，但是按钮摸起来呢，就是很 plastic 的那种。OK， 旁边很多按钮，包括电子手刹车、自动驻车、驾驶模式切换，有 Sport、有 Eco、有 Normal， 有纯电动行驶。这个纯电动行驶，当然前提是你要有电，它就可以进行很短距离的纯电动行驶。OK， 有 Traction Control 的开关，所以这些就是它的整个界面设计，看起来我是觉得 OK 的。有收纳格，有一个小 drawer 在上面，有电源插槽在上面，然后抽屉有慢速开关，这个还不错。Type C 一颗 USB， 所以这辆车很妙哦，它只有一颗 USB， 然后3颗 Type C 没有了，2个置杯架，然后中间的靠手有皮革包覆，上面有少许缓冲的软材质，然后它只可以开驾驶的这一 side。你知道 Lexus 是开2边的嘛？它这个是半辆 Lexus， 它就只可以开一半。OK， 下面有很大的收纳格，然后有无线充电座。再来，驾驶盘3辐式的设计，上面按钮非常丰富，因为它有完整的进气式安全配备的，所以自适应跟车道保持这个距离控制全部都有在。有多媒体，有 menu 的切换什么的，全部都有，甚至还有换挡拨片。只是这个驾驶盘你摸起来皮革的地方尚可而已哦，皮革的地方尚可 ，plastic 的地方就真的很 plastic， 就真的很 plastic。OK， 驾驶仪表半数位半传统，它其实没有很数位。那个画面你一看了就懂了，然后有行车记录器前后都有行车记录器了。天窗的开关这边也是 one switch 就可以就全部打开，全部关闭。功能也很丰富，有完整的 TSS， 我试过了，真的非常好用。那至于驾驶表现表现如何？省油是一定的了，整体驾起来跟上一代比较起来 ，Hybrid 有没有加分的效果？走，我们上路试驾。好，我们今天人的位置是在云顶半山沟东家亚，然后哇，这个路，我觉得它的absorber 首先第一点马上感觉到的就是在很烂的路的情况下的 absorber 它的 suspension 整体的适应能力还是 OK 的。烂这条路旧马场这边的路是烂到极致的然后坐起来驾驶座我是觉得还 OK 的。第2排 OK 吗 ？OK 哦，对，不 OK 而已人不 OK 而已，人不 OK， 为什么太晕了吗？我会晕你会晕啊？你坐后面会晕啊？果然你驾车比较安全等一下你就惨了，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跑完一轮云顶上山顶了，然后我们现在下来拍个我的试驾，几件事啦。我个人觉得这辆车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它的离地间隙好高，我们印象中的 MBV 不会这样高的。这辆高到已经差不多我们以前熟悉像 Arus 像是 Rush 这样子的高度了。就是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会觉得视野好，然后第二点你会觉得屁股过蹲不会这样容易给磨到，那感觉真的很不舒服的，很多人很怕的。那可能你的侧倾会多一点点。这辆车我坐在第3排，我上云顶可以看到我们的云顶的那一段坐满人，我在后面是摇来晃去、挤来撞去的但是你还是 feel 得到，它在一些很极限驾驶的情况下，它的 handling 还有在，它的稳定性是还有在的。当然，你驾到那样的情况下，你用那样的速度去爬山，
你后面是一定晃的，只是你不会到很痛苦。我有很痛苦吗？我好像有很痛苦，是因为我有翘 seat， 然后又有挤人又挤在中间，这种情况下不会好到哪里去啊。但是它整体驾驶给人的安全性，我觉得它是有在那边的，有吧？有吧？你驾起来 handling 有哦，有。对，所以我们实际加上去看呢、上山的时候，我们即使坐满人，我们已经明显 feel 到。动力这件事绝对是充沛的，这个2公升的 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汽油引擎，再加上 Hybrid 的系统，它不是48V 猫 Hybrid 啊，它是真正的 Hybrid System， 它给人的动力是有在那边的。你不要讲它的电池小颗，电动马达辅助的力道小，但是它真的是在你需要那种。多一个扭力介入，多一个马力辅助你的时候，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比起真正的 NA 车表现强大很多很多。新一代的 Hybrid， 它的马力跟扭力的介入会让你的动力有加分的。你看我然后来超那辆 Yaris， 轻轻松松哎。我还没有开 Sport Mode， 我来开个 Sport Mode 好了。晕的话。忍一忍啊！OK， 我再来开个 Sport Mode， 这时候你会很明显 feel 到它的引擎跟马达都在很拼命的一直给你来，哇哦，哎，这个动力我有震惊哎，推荐管道有出来，下雨天我们加慢一点，哎，我每次讲再慢一点，然后时速都上到100的。哇！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坐满人，可是车上是有3个成年人的，然后我们都吃饱午餐了。它 feel 起来不像一辆2.0 NA Hybrid， 它 feel 起来像一辆1.8 Turbo 的感觉，有吗？有这样的感觉吗1.8 Turbo 有啊，推头有 ？Yes， 对，我知道，肯定推头前驱的，硬给他去呀、哇！不要，我们冷静一点。这是我觉得这辆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也是它最一言难尽的地方。为什么讲它一言难尽？一，它有好价的成分在那边；二，它的动力有在那边；三，它的空间有给你，你有坐起来舒适感。但是它最一言难尽的就是它整个的质感打造，它的 plastic 用料，哎，就把它的那些，你享受了优点之后，你去摸碰，你就觉得回来那个点202钱，你就过不去那关了，真的很尴尬。真的是有尴尬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要知道上一代的这个，也不是讲上一代了，现在也还在卖着的 Innova， 就是现在卖着130千、140千这样子嘛，对啊。所以如果这辆车卖着150千、170千，还 non-hybrid 跟 hybrid， 我觉得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方案。那160跟202。有一点点，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啦，马来西亚的油价真的太便宜，2块05分，大家都没有很在意，所以吃油不吃油，很多人不把它列入考量范围内呀。那你如果真的汽油津贴拿掉，这个价钱去油价直接上，很多人就会考虑 hybrid 的车子。我来跟你讲这辆车的油耗，吓坏你啊！现在是7.9公升，可行驶100公里，这是我们跑了2趟云顶上山的数据。我上云顶之前，我拿到车之前呢，这辆车的数据是7.8，然后我驾了3天，我3天的路况都是那种，市中心，载小朋友上课，我是载一车小朋友上课的，也不算一车小朋友啦，就是我的小朋友跟我的邻居，可能我太太有一起去，就是在个崩里面加来加去那种赛车的。我从7.8变成7.1哦，所以你知道那种
我这辆车我没有客气哦，我就是有的踩我就踩，有的塞我就塞。7.1公升可以行驶100公里，然后我们上了云顶变成7.9，所以这辆车你看，我们不管讲价，它都还没有超过8，省油是真的，这是我觉得 Hybrid 最好的地方，你知道吗？它同时可以给你有动力，它同时可以给你有油耗表现。如果马来西亚组装的话，我讲如果哈。但是我听说 UNW 据说没有打算要组装这辆车子，我讲如果哈啊，可能那个 material 再换一换，给它更有quality一点，哎，我觉得你会有兴趣吗？大家会有兴趣吗？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也不忘 subscribe 我们 channel。我们下期再见。不懂到时是云顶的那只先上嘞，还是试驾先上嘞？精彩哦，在后面撞来撞去的，好像打乒乓那样子。拜。